Hello，嗨，大家好哈。就是我现在屏幕共享，它是停留在那个共享那个画面，就是有同学可以，然后我现在给它到这个画面了，就是大家有谁可以看到吗？能看到画面的话，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吧。然后有一点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子。就是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就是会稍微的，我是会给大家做一点点的演示的。然后我们先从这个最基础的来看，最基础的来吧，就是这个 Procreate，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它的软件。关于这个软件认识哈，我就不跟大家讲一些就是特别基础的东西了，因为特别基础的东西就你看这个带的都是中国字儿吧，也都能读懂是什么意思。我就讲一些就是我个人哈，就是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很好用的东西，我会特意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首先呢，然后先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个基础，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我们在这里，这个呢是它的操作部分。操作部分呢，它会有这个添加部分。添加部分就是比如说啊，你插入文件、插入照片，这个东西各个的这个软件都大同小异，是吧？然后要注意它这个拷贝部分。其实如果有用过这个 Sign 同学的话，也可以注意到 Sign 它也会有这种拷贝部分，就是它可以就是什么，我把其他的，比如说我想这个图片哈，就是我在这个上面它有一个这个图片。然后就是它有个这个图层，然后呢，我怎么办呢？我点击在这里点击拷贝，或者说我在这里点击拷贝都可以。然后我拷贝了之后，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的把它通过粘贴，就是给它粘贴到我这个图层文件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操作哈，就是以前我有段时间我就是先把这玩意儿导入到图库，然后我再把它从图库就导到这边，就是有点麻烦，知道这个操作就会比较方便。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讲的了。然后再就是我们画布的这个操作，画布的操作要注意，就是动画协助呢，它是用来做动画的。我们打开动画协助的话，我们会发现大家要注意一点哈，就是如果说有做动画需求的朋友们，你会发现第一个是它的那个什么，它的文件夹它是不会，就是它的文件夹它是不会显示的，除非是什么，除非你是把这个图层，就这个图层所有的这个东西都从文件夹里放出来，它才会把这个页面显示出来。就是你要是在做动画的话，其实你要注意，就是尽量就是不要用图层去做它。然后这个页面协助就给我感觉像是用来像那个什么，用来做那个什么 PDF 或者 PPT 这种很方便的生产力工具。绘图指引呢，它有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打开绘图指引，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它类似于一种那种辅助线的功能。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网格的功能。你如果是说又有什么这个制图的需求，你在网格上就比较方便。还有这样子的，而且我们还有这种透视的这个，我们可以在透视上创建这个透视的消失点。看，现在是1点透视，然后我们再加一个点，现在就是什么？现在就是2点透视。利用这个透视功能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就是去处理我们的画面。当然，好像还可以，对，还可以再加一个点，3点透视。这个就是 Procreate 的一个很便捷的，就是形成一个透视网格的功能。我个人用最多的功能是什么？是对称功能。对称功能我们发现它会有垂直对称、水平对称、四象限、镜像对称，还会有就是这种轴向的这种对称。然后大家注意哈，这个辅助绘图的意思是什么？辅助绘图的意思就是，当你把辅助绘图开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打开新建一个图层，我在这个图层里头，我点击这个绘图辅助，然后呢，就是说绘图辅助就会直接什么，就是直接帮助我这个画面。但是假如是说我把它的辅助关掉了，那它这个线它只是做一个参考，就是它对我的画面没有任何的影响，这点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哈。这个对于画那种图形啊，或者是说画人设，尤其是那种对称，它很方便。OK， 我们现在把这个绘图指引关掉。参考是什么？参考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种画布，假如说就是我现在我在抠什么细节，但是我想知道它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大图看起来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参考的东西。图像呢就是导入额外的图像，就是做其他的参考。再就是水平翻转、垂直翻转、画布信息，它可以显示我们画多少笔，我们画了多长时间。分享就导入视频的话，就是 Procreate 自带的视频录制功能。就是如果说你想把你的绘画过程上传给 B 站呀什么的，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它这个缩时视频回放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可以调节这个。偏好设置有几个比较需要讲的，就是浅色和右侧界面，这个就调整会发的，这个就是调整你的 UI 的。然后画笔光标就是什么？就是开了之后你可以看到画笔的形状，就不开之后你就看不到了。然后投射画布呢，就比如说你想要把你的这个东西放到另一个更大的屏幕上，你就可以用这种投射，但是它需要一些就是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我们点开看，
它不需要这个 AirPlay 的这个功能，然后连接传统触控笔，比如说像你有板子可以那种 Wacom 呢，还有压力与平滑度。压力与平滑度呢，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打开压力与平滑度，我们会发现就是我这个压力平滑度我是经过调的。它原来压力平滑度，它一开始默认是值是这个样子。当你把这个稳定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稳定性越高，你的线它给的就是越直。同学可以发现，当我把稳定线开了这么高，就是我的这个线条基本上就不抖了。但是假如是说我的稳定性的话，就是一点都不开，可以看到哈，它是可以真实的反映到我这个线条，它给的一些小的这种波折，它都会反映出来。而且大家要注意，就是在 Procreate 里头，文件就是那个稳定性，它有2个东西可以调整，一个是这个稳定性。就是在这个偏好设置里的稳定性，它是会控制整个你画笔，就是所有画笔的稳定性。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你画笔单独的稳定性。当我们打开这里，它会有一个单独的稳定性选项，就是说它这个稳定性是只管你这一个画笔的，你调节这一个画笔稳定性。然后其他的就是细调一些压感呀，像这个样子，就是就是让你就是看个人的那个水平吧。我个人是喜欢把这个压感稍微的给它稳定性调高一点，因为这个就是它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它给我的那个，就是我用的是相对比较顺手的。如果有同学他自己的线画不直的话，他其实可以在稳定性上就是给它调的更高一点，就是以辅助一开始的绘画。那么现在来到我们重头戏，重头戏讲的是什么？重头戏在调整这方面，我特别喜欢用 Procreate 的一个原因就是 Procreate 我个人觉得它的调整是用的非常的顺利的。就是如果有用到 PS 同学，他们可能会知道，就是 PS 你要去进行调整的话，它可能会新开一个图层啊。但是 Procreate 是针对这一个图层，就是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图层进行调整，我点一个曲线吧，就是直接我这个图层的这个内容都在变化。它不是说我在上面新开一个图层，我个人觉得这种模式是比较适合我的。那么我现在来挨个跟大家讲一下子，这个最简单的色相、饱和度、亮度，这个大家就是一般用色相就是控制它颜色，饱和度就控制它颜色鲜艳程度的，就是往最高里它的饱和度就最高，然后往最低里头它就直接是灰色，再就是它的亮度。那么我们要注意到，就是 Procreate 它的调整，它会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没有遇到过。就 Procreate 它的更新以后呢，它出现了一个图层调整和一个 pencil 的调整，就是在以前呢它是没有这个。在以前它是没有这个图层调整的，不是，在以前它是没有这个喷色调整，它只是图层调整。图层调整就是你只能管理整个画面的这个饱和度啊，这个样子。但是假如说我用喷色调整，用喷色调整的话，就是相当于我给它建了一个选区。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我用的这个，在用喷色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选择笔刷。比如说我不想调整这个整体的饱和度，我只想调整什么？我只想调整，比如说，它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地方的饱和度吧。大家注意哈，就是用喷色调整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我怎么一涂上去，老师我只是想调一下这个饱和度，但是为什么它预先它把我色相给调了？它主要是为了让你能区分，就是哪个地方是那个什么，哪个地方是选区。PS 的话，你是指这个 pencil 吗？如果是 PS 的话，估计是你要自己就是选择选区，但是它这个，但是有一个关键就是在 Procreate 你是可以用不同的笔刷去选这个选区的。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笔刷？我可以用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可以用这种笔刷，那就是什么？就是你看我在这个笔刷上作用上的选区就呈现出了这个样子。就我觉得它可以把笔刷跟这个选择结合在一起，是非常的方便的。就是选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都可以。你比如说我想选一个树样子的选区，我直接用这个笔刷就可以。这个反正还是蛮有用的。然后呢，比如说我想要调整它的饱和度，我就是把它的色相先拉回原来这个地方。我选完了之后，然后呢，我把饱和度往上调，然后就是选择，大家可以注意到哈，就是我选择这一部分饱和度提高了，但图层其他部分是不变的。长按比方可以分享，可以分享。这是 Procreate 它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调整模式，它都有这个图层跟笔刷的选项。那我们来看到颜色平衡，颜色平衡它是什么？它是调整整个画面，它是把这个画面它分成3个部分，它分成了最亮的部分、中间调以及暗的部分。然后在颜色平衡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哈，在这里有个小太阳，我们先选择这个小太阳。选择这个小太阳的时候呢，然后呢，它会有一个阴影、中间调、高亮区域。比如说高亮区域的话，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色彩倾向。然后我现在呢，把这个颜色，大家可以注意到没有？它原来是我把它往黄拉，就是它自动识别，就是这个地方我是最亮的。那我把它往黄色拉，它就很黄；我把它往蓝色拉，它就发蓝。同样，我可以选择紫红或者是绿色。这个呢，就是它的那个颜色平衡。这个你像如果选择阴影的话，你看它影响的就是阴影的颜色，高亮区域它影响就比较少了。大家可以用颜色平衡来调整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色调关系。
还有同学们，就是注意到哈，就是我用 Procreate，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没有那个用 iPad Pencil 会经常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它有的时候会误触，而且它会经常误触，包括就是你这个 Pencil 它自动设置什么，就是自动设置是你在这个笔尖上敲2下。我好像把这个选项关掉了。就是你在这个笔尖，很多同学一开始他就买这个 pencil 的话，他会在这个笔尖敲2下，它会自动换到橡皮，然后你就不知道，然后就用到橡皮上了。然后 iPad pencil 它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把这些选项都关掉，你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我现在我是习惯什么双指撤回，比如说画这个东西，双指撤回。当你双指，比如说你敲在这个面上不离开的话，你双指长按，它就是一直往后撤回，直到你松手。然后你3指是重做。你也可以什么长按，它就会自动的重做到你最近的步骤。这个小技巧哈，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可以给它丰富一下。我们接着来看，来到了这个曲线，就是有很多同学他可能就是不太明白曲线是怎么拉。其实 Procreate 的曲线它分为伽马曲线，伽马曲线它主要是调节这个明暗的。可以看到，当我们把这个把它最上面这个呢，就代表着画面中的亮部分，这个代表着画面中暗的部分。假如说是什么哈，就是我想要这个画面。它整体就是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曲线也可以选择，但是我们先来看整体。假如说我想让它暗的部分变暗，但是它亮的部分不受太多的影响，我们可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有同学说那我们这个不是，你看它亮的部分也变暗了吗？它会带动它整体的这个就整体变暗，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它画面最亮的这个部分，就是最亮它这个背景的颜色，它是没有受特别多的影响的，就是它影响的程度不一样。看，当我们把亮的地方往上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深色部分是没受特别多影响的，但是它这个最亮的部分，它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当我们把这个上面往上拉，下面就往这个地方靠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对比度会增高。当它对比度就增高到特别高的这个地步的话，整个画面它就会失去它原来这个色彩和丢失一定部分的色阶。因为你看它这个本身它这个长度就变短了，所以它肯定会丢失一部分内容，越拉越高，越拉越高。等就是你超过这个。比如说你超过这个直线了，它开始变成什么？就是开始反色了，就相当于一种反色的基调反着来。这是伽马，然后我们看到红色，红色就是往上拉就是偏红，往下拉的话它是偏青，它有点类似于那个颜色平衡。但是它这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它这个是你可以选择，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我是在影响暗部的这个红青的这个趋向，我这样子我是在影响最亮的这个红青的这个趋向。大家自己回去可以细细的拉一下，体会一下的。这个我个人建议就是在用曲线的时候怎么样最好呢？用曲线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这样子拉一下，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假如说我觉得这个画面太黄了的话，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在蓝色这个地方，我给它往蓝上面调一调，这样子就会让我这个画面变得冷一点，就是显得没那么黄，没那么燥。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个辅助不要超太大，超太大的话就没有特别多的意义，而且它会丢失它色彩本来的这个冷暖倾向，因为它用了太多的话，它相当于整个画面就罩了一层那个很蓝的膜，它太浓的话，它整个画面它原来那个色彩的那个美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我们来讲到我们心心念念的渐变映射。渐变映射呢，大家可以发现哈，就是有很多个预设。它这个预设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调。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滑这个滚轮，我来确定就是哪个地方亮，哪个地方暗。然后比如说还可以给它增加什么新的颜色。这个我相信就是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特别难，因为它没有什么。我现在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般人我不告诉。就是渐变映射，其实大家就是在遇到渐变映射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想？通常会是不是就是想我用渐变映射，我给它，比如说我这个颜色我是黑白的，就经常看有人这么用哈，然后我再来个渐变映射，我给它上个色感，这个样子就是用渐变映射去上色，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但是我个人就觉得，就是你可以用渐变映射去处理更多的这个效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发现渐变映射它除了它在改变它改变它颜色的同时，它其实也在改变整个画面的这个明暗的这个分布。而且它这个明暗的分布，它的改变，它不是像曲线那样就是很规则的，它是那种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根据你调的，它会出现很随机的效果。比如说随机的反向，或者说什么这个地方反向，这个地方不反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我个人我喜欢用渐变映射去什么？我喜欢用渐变映射去玩。打个比方哈，我先把这个图层，就是我先不给它设置成正常图层，我喜欢把它设置为明度图层，然后把它设置为明度图层。明度图层是什么意思呢？明度图层的意思就是假如是说，我们都知道它的色彩，打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色彩有几个值，它有这个色相，它有这个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饱和度 saturation， 然后它还有它的明度 brightness，
就是它有这3个值。明度图层的意思就是什么？假如说我这里我设置一个图层，然后它的明度是什么值？它的明度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的明度是65%。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图层设置为明度图层的时候，你看它会呈现这样子的效果，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整个画面的这个颜色变得非常的就是近似，但是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它色相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什么？它就是在把所有颜色的明度都处理的跟这个明度图层的明度是一样的，其他的地方就是维持不变，这个就是明度图层的作用。那么我刚刚说了，就是它这个渐变映射的时候，它也会改变整个画面的它这种黑白关系，它这个黑白的色阶。那么当我们用这个，我个人喜欢就是用明度图层看，就是把它设置为明度图层，然后我们再去处理我们的这个渐变映射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色彩关系。它不一定每个都很好，你知道吗，同学们？但是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东西去试一下，去探索一下，去给它一些不同的这个视觉效果。可以看到这个就类似于那种浮雕那种视觉效果。这个呢是我自己平时画画的一个小技巧，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回去试一试，还特别适合就是去整体的去改变这个画面的方向的。OK， 高斯模糊呢，这几个模糊的这个高斯模糊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一般来说经常用的模糊。动态模糊是什么？动态模糊就是有一种这种闪现的这种模糊，而且随着你笔尖方向的调整，它模糊的方向也不一样，这个是可以自己调的。透视模糊是什么？你建立一个透视点，它特别适合那种类似于放射线的那个位置。比如说我把它放在这里，然后离这个透视点越远的，可以看到离它比较近的是相对比较清晰的，离它越远的就有种放射的感觉。我们还可以规定它放射的方向，这个就是透视模糊。杂色图层类似于这种类似于那种报纸它给的这种杂色。然后这个锐化图层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假如是说那个，比如说有个小技巧啊，比如说这个我这个东西放大吧。咱假如说哈，我现在这个图就这么大点，然后呢，我给它放大，放到这么大。当它放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会损失它的那个固有的这个清晰度，因为它本来它没那么多像素，给它扩展到那个像素，它肯定它这个图片质量会变得模糊。然后我们可以点开锐化图层，利用锐化图层把这个图片的这个质量变得更精致。当然，锐化过头，你可以看到就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杂色，就得不偿失了。我们来。大家可以看到没锐化，就是这个有点太糊了。但是锐化图层它是能提高整个画面精致度的。我个人我还喜欢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一个偷懒的办法。比如说我们选中这个选区，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眼睛吧，眼睛一般来说它是那个画面的这个中心哈。有的时候我就是想要突出眼睛，但是呢我又不想费那么多功夫，我会怎么办？我们先选择这个眼睛，包括像这个流泪的这个地方。选中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点开锐化，给它往上拉。那我们缩小图看一眼，就是这张图，就是对比一下，就是没锐化之前的，我们是不是感觉到这个眼睛就更加的突出了？这个就是锐化的这个作用。同学们可以善用这个锐化，就是在自己想要把它突出的地方，给它把锐化拉一拉，非常好用。泛光是什么？泛光的话，其实同学们就是它就是一个发光的效果，类似于。比如说选一个稍微消浅的颜色，然后用这种反光拉到顶，我们可以选择它反光的尺寸啊，它燃烧的水平啊，这个也是很好用，它适合去给画面做一些光斑啊或者光效的效果。然后剩下的故障艺术、半色调、色相差，它基本上它是一些风格化的产物了。我就先给大家挨个示范一下吧，就是以防有同学就是他没有那个什么的半色调。同学们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是你把一个图片半色调的话，它有点类似于丝网印刷的效果。但是你把这个半色调的图片你放大看，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丢失了它原本的颜色的。它是在利用一些视觉上的这种错觉，让这个具体我在后边的那个色彩原理上会跟大家讲。它利用我们一些视觉和明度上的这个大脑所形成的这种计算规则，然后我们缩小图看还是类似的，但是我们放大看，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原本的颜色已经丢失了。色相差它就是有一些这个色彩的偏移和波动。液化克隆这个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克隆这个 Procreate 它特有的克隆功能，比如说我在这里，我认为这个地方我再选一个笔刷，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我要克隆的地方，然后我再选这个笔刷，就是沿这个克隆就可以重新复制出来一张。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好用的这个调整图层，就跟大家科普完了。然后剩下的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就是觉得讲了一些小点吧，就倒不一定非得就是那个每个人都能用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偏好设置操作里头，在这个检测界面，这就属于一些大家画画的时候可以时不时的把这个界面调成深的，
或者是浅的。为什么？就是一张图，你周围都是浅的和你周围都是深的，它本质上它会发现它的关系上会有变化。就是当大家就是从阴暗的室内走到那个明亮的室外，会觉得很刺眼；但是当大家从这个明亮的室外又走到阴暗的室内，就会觉得很暗，什么都看不清。然后要过一段时间啊，我才能看清这个室内的这个家具啊什么的。这个人眼它是有一定适应性的。就是比如说，当我用这个浅色的这个界面，我去画一张图，它可能它里头就是比如说它深色的那个地方，就打这么个比方吧。画一下子，然后在这个东西它有这个深色的这个关系，然后呢我缩小，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差别不大的，但是呢一旦就是我把这个背景设成纯黑色，哎，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它这个对比就是比它是浅色的感觉要增强了，就是它中间这个色阶的对比，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是有这种感觉的话，就是当我们在处理不同的颜色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就是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这个关系。包括其实比如说我画一个黑裙子，可能我用的是浅色的背景，但是它可能因为它颜色比较深，所以我没有意识到它里头关系比较乱。然后我再给它换成深色的背景，我一对比啊，我就发现哦，原来它中间这个关系是紊乱的。我一般来说我会这样交替着互相修一修，就有点像画布左右翻转一样子。然后再就是我们用这个选区的时候，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打开这个选择，会发现它有自动、手绘、矩形和椭圆。它就是它的自动选项哈 ，Procreate 的自动选项它有一点什么？它不像其他的这个，我个人感觉它不像 Cine 的那么灵敏。Cine 的选项是什么？Cine 的选项它对那个色阶的区分更加敏感，但是 Procreate 除非你是把整个画面的黑白对比拉的那么鲜明，它才会选择上。但是如果是你，就是你人眼觉得很鲜明了，但是你一选择，你才会发现啊，它可能一下就把这个东西全选了。所以我一般不用它的自动选项。如果要是用它的自动选项的话，我会先怎么样子？比如说像这个图片，就是先把它对比度拉到这个地方，然后呢点击选择，点击自动选择，我们可以看见它自动把这个边线选择了。然后当我们选择这个图层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就是已经选择上了，我们是可以决定我们选的是哪个图层的。就比如说我是在这个图层上选择，我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图层，那它现在就是在选择这个图层了。然后呢我再点击清除，可以看到我这个边缘线就被清除了，这个背景就被清除了。假如是说我们就是按照一开始的这个自动去选的话，它也是挺清晰的。不是，但是它还是什么，就是保险起见吧，因为它这个边缘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如果是说有一些就是它的可能对比它稍微弱一点点，它就选不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比稍微弱一点，它的选择就会溢出很多。所以说每回选择之前，我会先确保把它的黑白的这个对比拉强，然后再去把这个选择嫁接到其他的图层上。再就是我们看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它这个手绘选择上它有个添加移除。比如说我现在我想要选多个选区，我现在要选这个地方的头发，我还想选孩子的头发怎么办？这个它完成一个选区，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添加按钮，然后继续，这个就是什么？这两个头发这个地方就被选择上了。如果是说我想移除什么，我点个移除按钮，然后我再点这块地方，这个选区封闭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没有再被选择了。羽化的话就是羽化这个按钮的边缘，拷贝并粘贴的话就是把我们刚刚选择这个部分新建一个图层，就是把它粘贴到新图层上。好的，那么我们基本上 Procreate 的这个就介绍完了。介绍完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后图和这个半后图的这个区别。OK，我之前呢，如果是给大家讲过，或者说有一定美术基础的同学也会知道，就是它这个图，它这个就是素描的几个关系，它分为什么？高光、亮灰、明暗交线、反光和投影，就是它分为这5个关系，把这5个关系做全了，它这个体积感才会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后图。就是说，现在流行讲后图，又流行讲半后图，它到底是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写了一下，就是后图与半后图的区别，就是后图是把所有的因素都做全，把每一个色块的它微妙的颜色变化都表现出来，而半后图它直接是什么？它直接以统一色块来概括体积。这里我给大家就是列了一下，如果是后图和半后图，它的这个画风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哈，包括其实像。包括可以其实像这2个图片的区别，就是对比一下这2张图片，就是这个更接近于
同样都是大师的话哈，这个就接近于完全的厚涂，可以看到它是完全的全因素的。它每个地方，你看哈，它每个很小地方的这个亮面，可以看到它本身的这个体积变化，它这个颜色的这个变化是非常细腻而微妙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类似于这种半厚涂的风格，它本质上它更接近于一种色块的处理，它就不追求那么多细腻而微妙的颜色变化，而且它有很强的这个边缘线边线感，它给它提供了一定的这种图形感。而且我们同学看哈，就是在这个厚涂过程中，你看它的这个明暗交界线的处理，就是虽然我们老说明暗交界线哈，但它并不是说它只是一条线，它没有特意强调一条线，它是本质上它是沿着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体积的方向，它去把这个地方所有的这种边界都给它做全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风格上，它直接把这个明暗交界线概括成了一条比较粗的线。这个就是厚涂和半厚涂的这个区别，可以说就是半厚涂是更图形化的、更概括化的厚涂。就是现在同学们就是画的话要注意，就是一般来说都是用半厚涂比较方便一点。然后我们在做厚涂风格的时候要注意几点呢？就是通过这个厚涂和半厚涂的区别，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假如说我们画到这一步，就是我们画成这个风格，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它的亮面，我们需要它的暗面，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它明确的明暗交界线。就是以及什么，以及基本的体积刻画。什么叫做基本体积刻画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就是在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暗面的，就是如果说是平涂的话，大家可能这个下颌线拿根线，哎，一勾完了事儿就可以了。这个是平涂的这个样子，但是厚涂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暗了，然后这个地方还有稍微淡一点的这个暗面呢？是因为本质上它把这个什么下颌线，因为我们下颌线毕竟不是真的一条线，我们是一块骨头，所以说这个地方有暗面，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它是最暗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稍微的一个过渡，就是它可以少或者它可以微妙，但是它还是要做到，它还是要有。这个就是那个半厚涂，它跟平涂有根本的区别，它还是把每个结构的这个转折，每个结构的这个暗面，它是在去努力的表示的。区别只不过是什么？区别是它块面分得很清楚。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我颜色就没有什么任何细微的变化了，就纯是色块这个样子。同样的，大家还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呢，在那个什么厚涂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肌理。我们会发现厚涂它是在传统绘画中，厚涂的这个肌理是什么带来？是笔刷带来的。就是甚至是什么，甚至是这个刻画去带来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东西，如果是说我想要提升它的这个丰富度的话，我想要提升它的厚度的话，包括有很多画平涂老师，他也会本身我只是一个色块，这个色块给我感觉太单薄了，那他为了提升整个画面的完成度，以及带来一定的这种视觉效果呢，他会去贴金箔，就是造成一定的肌理效果。厚涂也是可以看到这张，就是它本身它是通过这个笔刷笔触，它带来了一些微妙的这个肌理，也是让整个画面更加的这个厚重，更加的丰富。但是半厚涂做肌理的相对少一点，可以看到。OK， 这个就是讲那个厚涂风格，就是至于具体的这个光影哈，这个体积塑造的，我们后期也会再继续讲到。那么我们接着来讲一下，就是这个身材比例方面的这个问题。身材比例方面的这个问题呢，给大家讲一些就是很基础的，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种7头身、8头身、9头身什么什么头身的说法哈。就是我觉得近2些年，他们对于人类就是主流对于修长人类的审美，可能就是更上一个台阶了。包括其实你像韩国那种什么风格啊，它那个头身比就更加的这个往极端上面这个走。然后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观点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头身比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整个身体它这个应该说是上半身跟这个下半身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张图的这个比较哈，就是挨个，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接近于真人的这个头身比，就是最左边这张。然后呢，这张呢是什么？就是最靠近这2张就会变得，就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头身比其实是就是走的非常极端的。但是不是代表这2个头身比不可以？当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那么囿于去纠结这个头身比的这个关系。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要注意它肢体比例的一个关系。就是假如说我现在这个东西，我头小或者干什么东西，大家比如说我手这么短，哎，它这个就是有点怪了，就是不可以的。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骨架，挨个来看。我们看一下这个骨架，就是现在比较推行的，按照那个流行审美要求是什么？我们来看到这2个这个手腕，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什么腕线过裆，是这个样子。然后具体的大致的比例呢，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一般来说成年男性的头肩比大概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头长跟他这个肩长，这个是 A， 这个是2A， 大概是1:2。女性呢约为1:1.5。
这个呢是就是比较成人的这个比例。但假如说大家就是画一些二次元，就是你想它的那个什么显得比较幼态的话，其实你这个头肩比可以继续的压缩，或者说你想让它变得更成熟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什么，你也可以比如说1:3，就是这个样，就是也可以把它更往极端里头这个走，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的。但是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它身体的比例画到什么样子是相对来说比较修长、比较美观的呢？就是这个地方它是胯吧，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胯骨这个位置，然后它算上这个头，就胯以上大概是3分，然后胯以下大概是这个7分的这个样子。它相对来说不是，大概是那个4分这个样子，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修长的。如果是说你要是比较幼态的是什么样子？比较幼态，你可能就是直接就这样的五开，然后同样这个头肩比也会变得更小，就这个头，它可能这个肩就在这儿。你看这个比例就给人感觉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小孩的一个比例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肩比近似于是1:1的，这个就是幼年的这个头肩比。然后大家再注意，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要画它这个骨骼的比例，第二个是我们要注意它肌肉给人的一个视觉感受。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一些个肌肉点。当我们在画这个人体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在肌肉它给的线条，有很多同学，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腿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是你的这个膝关节吧，这个，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块肌肉，这个是它的骨头，就这个地方也有一块肌肉。就是同学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肌肉给的是很微妙的，可以看到它是这个起伏变化是很微妙的。但是经常有同学，比如说我想要，就是要么我就完全不做肌肉的起伏，我就这样，就这样去画。这个样子它是很没有美感，而且也不真实的。要么就说什么我就是特别的，我去专注于这个肌肉的起伏，我可能给它画成这个样子，就是把它这个肌肉它画的特别的明显。画的特别明显也不是不可以，看你要的什么效果。但是假如说你是追求一些就是比如说本身我是追求一些比较柔美的这个东西啊，我把这个肌肉画的很明显，它就是相对来说它就有点出戏了。当我们在就是进行这个肌肉的刻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它的这个线条它是给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婉约而非常的隐晦的，它线条的转折和变化，这个东西是需要练的，这个东西是需要大家自己手上去把握去体会的。可以看到哈，假如说我的肌肉是这个样子，它整体给人感觉比例还是比较修长的。但等我把我的这个肌肉给它那个增强的话，可以看到。它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会更短，更往里头压缩。假如是说我想要画一些肌肉男人体，但是同时我还想表现这种修长的感觉的话，那么你一般的那种骨架可能就是要把就是更往这个长的这个地方走，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个是一些身材的比例，那么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面部的比例。面部的比例可以注意到哈，这个是很著名的这个马克华特的面具。然后面部的比例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些很重要的知识。我们都说3庭5眼，3庭5眼在这个就是在那个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搜到，是吧？然后要注意就是啊，这个地方眼睛的长度，然后一般来说就是什么，这个是 A 吧，就是两眼之间，就是这个眼角之间的这个距离也是 A。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无论是真人的比例，还是二次元动漫的比例，它都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其实如果是看图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大致是这个样子。一旦就是超过了这个比例，它会显得就是你的眼距比较开，或者说你的眼距比较近。这个就是在画任何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个比例。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距离，就是什么？当这个眼睛到耳朵这个距离，大致也是一个眼睛的长度，也是一个 A。然后3庭的话，哎，这个上庭、中庭、下庭。然后在这里下庭的话，它有几点非常的重要，它直接就是影响到我们就是对于整体的这个观感。我们注意到这个是下庭，这个是它鼻尖的位置。一般来说，如果是说我不知道怎样是比较标准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下唇大概是鼻尖到下巴的一半。
是这样子一个比例。然后呢，唇缝大概是什么？大概是鼻尖到这个下唇缘它的一半。这个如果是画写实风的同学要注意了。同样的，其实如果是画一些就是比较二次元的话，大家也要注意，基本上它这个逻辑也是共通的。OK， 那当我们就是进一步，我们给它演化到这个，它出现两种演化方向，在我们概括人的话，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幼态的。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极端成熟的方向。在就是 CG 的绘画表现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极端成熟的绘画方向，你看，就是会把什么眉眼间距拉近，把眉眼间距拉近，把这个中庭拉长，然后呢，像这个嘴唇给它变得更薄。在幼态的话，会把它的眼睛拉大。就是它的上庭拉长，然后像这个什么，它的鼻子鼻子变得更短，嘴变得更小，人中变得更短。这里涉及到几个概念，就是它的那个中庭、人中越小的话，它越幼态；人中越长的话，它越老态、越成熟。中庭越短的话越幼态，中庭越长的话就越老态。上庭是相反的，上庭是反而什么？上庭长的话反而显得幼态。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为什么人类其实喜欢猫呢？就本质上这个也跟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猫的这个脸部的这个面部比例，包括这个比较抽象的这个面部比例，都是类似于这种像人类这种婴儿一样的面部比例。所以说人们看到猫，它会有那种比较可爱的感觉。还有就是眉眼间距越短的话越幼态。越短的话越成熟，越长的话越幼态。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当你把眼睛拉近的时候，当你把眉跟眼之间距离拉近，比如说我这个东西不变，就这样子，它会显得眼睛，就是它这个东西这样子它会显得眼睛小，就也别拉太开。但是你如果说把这个眉毛拉近的话，它会显得眼睛更大，更有神。我可以看到，就是按照这个比例去走二次元，就是虽然这个面具很丑，但是你在上面这个稍微修一修。额头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面部构成。然后像这个呢，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面部构成。然后在这个面部比例的时候，大家其实之前有没有奇怪过一件事情？就是你说这个人呢，他这个眼睛都被压到这么短，而且他是什么？他就在离这个中庭老大长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人的眼睛这么大，就为什么我不会觉得他眼睛小呢？因为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概念，就是眼睛它的，我个人感觉人眼包括我们经常看一些狐狸眼、眯眯眼，为什么我们就不会觉得它就是眼睛很小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它的眼睛细，但是它的眼睛长，就导致它整体的，就它眼睛整体的面积还是大的。就是人们对于这个眼睛的感觉，它是看它整体面积的，它不是说看它露出了有多少眼白，或者看它露出多少眼仁。所以说细长型的眼睛，它本质上它也不是一种小的眼睛，就是一个小思考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呢，进行到了这个五官的地方，五官的地方它就有很多可以讲的了。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五官的这个结构。这个呢是一个欧美人的这样子一个眼睛，可以，因为欧美人他那个眼睛是所有的因素都全嘛，就是以它作为这个例子来讲一下子。这个是我们可以先在上面就是大致眼球的位置是在这里，它是这是眼窝的位置，它是镶嵌在这个眼窝里的，有这个肌肉去连接的这个眼球。
这点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然后呢，当我们看这个是眼皮的时候，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双眼皮。双眼皮的话，它是因为那个一般来说欧美人他有这个基因，所以说这个地方它会形成一个类似于这个褶皱。然后在讨论双眼皮的时候，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双眼皮我们要注意什么。双眼皮我们要注意双眼皮的形状。为什么要注意双眼皮的形状呢？就是假如说这是这样的一个眼睛哈，同样的一个眼睛，就我什么都没做。它如果是这样子的双眼皮，就是它双眼皮是这样子，它会显得什么？它会显得老，或者是显得成熟。它如果双眼皮是往上挑的，哎，它会显得相对年轻一点。就是说，如果它双眼皮很宽很厚，它也会给人一种就是老、成熟、年龄大的感觉。但是它双眼皮相对来说，比较薄、比较短，它就会给人感觉更年轻。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当我们那个老了之后，我们胶原蛋白会流失，然后流失之后呢，我们就更容易形成又深，然后曲线往下，然后它那个什么褶皱又比较大的这种双眼皮，它会给人这样子一种概念。然后再涉及到这个眼球的地方，眼球大家有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眼球它本质上是一个球体。当我们在塑造这个眼睛的明暗关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塑造这样子的一个球。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哈，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最亮，这个地方稍微的往下往暗一点，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地方相对最暗的，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球，而且它是一个顶光，顶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说它地方它还是有一些些微的渐变的。大家在进行刻画和塑造的时候，其实不要忘记了这些小的这些细节。然后就来到了我们这个下眼睑，我们要注意哈，就是眼睫毛它不是长在这儿的，它是先有一个下眼睑，哎翻出来，然后在下眼睑再长到这里，然后下眼睑就是之后呢，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卧蚕。现在很多人画眼睛，他比较喜欢画这个卧蚕了，可能早些年就画的比较少，现在喜欢画这个卧蚕。卧蚕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肌肉结构，就这个地方可能有的人他这个肌肉天生比较发达，它就会形成这样的褶皱，形成卧蚕。然后卧蚕它视觉上它会给人感觉眼睛更大，比如说像这张眼睛，像这个眼睛就是我要是没有卧蚕就这样。它是这种感觉，但是假如我加了一个卧蚕，你们就会觉得这个眼睛的形状更饱满、更好看。再加个双眼皮儿，哎，就更大了。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就是关于体积刻画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我之前刚刚讲过，眼球是个球，那么把这个球我们可以分为把眼睛的体积刻画，一般来说它会分为3个部分。这个地方是最深的，它是这样子一个就是这个样子，它就往下走一个最深的部分。然后因为它这个地方脂肪最少，然后这个地方。它一般来说，它会形成3个。当我们再去刻画眼睛的明暗关系的时候，如果是说那种很平涂、很概括的，其实就不用担心。但如果说需要一定体积感的时候，我们要把这3个块面给表现出来。同样的，哪怕就是这个有双眼皮的话，就是有双眼皮的话，这个地方这个小的这个3个块面。同样也是要表达出来，然后到眼球的这个地方，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但是这个眼球这个地方，这3个块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眼睛里头，它这个地方是最亮的，这个地方是稍暗的，因为它跟那个光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眼白就要比这个地方的眼白要暗一点。在我们刻画的时候，我们观察眼睛，我们就要去想象一下这个。我们就要去在我的画面中去添加一些这个地方。同样我们会发现，同样是下眼睑，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地方也是相对，就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高光所在。同样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暗了，就比较收着了。这个是眼角这个内眦，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有高光，它本身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浅浅的有个沟，所以说也是比较容易形成褶皱的。如果是同学们想要点高光的话，可以点到这里，然后点到这个瞳仁里，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它这个。整个眼球它表面上它比较水，它又是个球体。那如果是这个光这么大的话，它这是一个弧线，它可能这个地方就假如说它够水润的话，这个光线也够充足的话，它可能会形成在这里形成一个高光点。OK， 那么分析完这个眼睛的结构，让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去画眼睛。画眼睛的话，就是我们先从这个简单的一些图形的拆解开始吧。图形的拆解就是先给它去造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把这个平行四边形呢，就是给它分成2半，也不是分成2半吧，就是给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嵌套的一个结构。就是这个底下有个这样子，然后这个底下有这个，然后它是要盖住它的。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把这个东西它给它稍微的往外平着放一下，就是它的弧度它变得更钝了，这个角它变得更钝了。然后这个呢，它给它形成一些区别，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眼尾一般是上挑的，就是眼尾它是比较有攻击性的，所以说呢，就是前面这个部分就是要给的更暗或者是更短一些，就是它就是更那个什么，更暗淡、更褪色一点，然后更短一些。然后眼尾这个地方它给的更重一点。
然后下一步就是就是再通过把它变弧线，给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构。大家可以体现一下，可以体会一下这个画眼睛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弧线的这个结构哈，我个人比较喜欢画上挑的这个眼尾，但不代表它必须是上挑的眼尾，你可以画这种形状的，比如说这种形状的弧线，或者说直接是下垂眼，就是这样子，都是可以的，大家看自己的这个选择。然后再画这个瞳孔的这个地方，简单讲一下，就是中间最深，它这有个瞳孔的节奏，然后这个地方是虹膜，它一般来说这个地方带有颜色。然后再给大家讲一点，就是我们在画瞳孔的时候有几种表现方式。我个人就是瞳孔表现方式，其实不同老师真的不一样，还有的就是有的直接往里头塞宝石啊或者什么，做一些特别炫目的效果。我个人其实我比较喜欢用这几种，第一种是就是3个那个什么，像个小云朵一样，就是这3个，这个样子的话，它形成的，然后再在这个底下，就是把瞳孔标志出来，然后这个就是靠近这个眼睛的边缘这个地方，稍微的这样子，它整个眼睛它有什么？它有3个高光，显得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水润一点，或者说是什么？或者是直接这个眼球中间有一个圈，这个圈就代表了这个瞳孔，然后这个样子，就是这个地方，假设它这样子来光，这个地方是它的高光，然后这个圈一般来说是相对粗一点。或者说是什么方式，就是然后这里再有一个高光，这个高光是非画不可的吗？其实它可以不画，但是不画高光的眼神会让人感觉无神。如果说你本身你需要这种画面的话，你可以去考虑。然后我们接着看，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了，假如是说它是这样子来光的话，那它就是这个地方这3个面它要表现出来，就是它针对光源，它总有一个地方是最暗的。所以说我们在画眼白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就相对来说比这个地方的眼白要暗，就是暗的很微妙哈。然后这样子，这个内眦赘皮，这个内眦的这个画出来，就是这个眼角这个地方画出来，然后它本身它带了这个下眼睑画出来，然后这个它这个卧蚕所带的这个阴影画出来。再强调一下它这个眼睛这个地方的绵接线，把这个绵接线勾得更重一点，然后眼尾的这个地方加一点这个晕染的这种感觉。它整体它这个完成度就已经很往上提上去了。然后这个是以平四边形，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别的图形，比如说像是这种正方形，然后给这种正方形变形，它最后它就可以形成一个这样子。像这样子的眼睛，或者是说就是很圆的这种眼睛，比较适合就是那种少女啊，或者是那种很卡通的那种形象都可以。然后下面就是跟大家说到，就是除了画眼睛之后，怎么画出有角度的眼睛？有角度的眼睛，就是第一个是不一定大家就非得是这个样子，但是大家有个图形意识。我们都知道，就是你放一个长方体，这样子摆在这里，它本身它是有透视的，近大远小、近实远虚啊什么这种东西。然后同样我们人脸也是，你可以把我们这个人脸理解为这样子一个长方体。然后呢，它本质上它是有些透视线的，我们根据这个透视线，我们去确定它五官的各个方向。然后到眼睛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是眼睛的这个透视线，可以确定了之后，先是把眼睛这个位置可以简单的就是在上面标明一下。看，就是沿着这个线，把这个位置、把这个形状进行了标明。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我们经常观察眼睛，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脸是往这边侧的话，一般来说这侧的眼睛是要比这侧的眼睛要高出的。可以观察到，就是基本上都是这边的眼睛，就是远离镜头的这个眼睛是相对比较高的，它就是因为有这个透视线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地方眼尾才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然后确定好这个透视线，确定好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再来进一步的去给它补充上形状。
先把这个平行四边形表示出来，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把这个平行四边形变得更接近于这个眼睛。然后大家这里要注意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它眼球的这个透视很重要。假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个竖的透视，同样这个眼球呢也要遵循这个竖的透视，所以说这个是这样子一个弧线，然后眼球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它是往中间这样汇拢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给它继续细化。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一个有角度的这样子一个眼睛，就是通过这种思维去画的，就不是说每回在家画都要去打这个线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就是脑子里头就是有这个想法，这样子就可以保证自己画这个眼睛它是带有这个透视的。我们可以看，就是在这个上面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它是跟着怎样的透视线去走的。然后这里要注意一个点，就是假如说你这个面部转的太过的话，我观察到很多同学都会这个样子，这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你这个面部转太过，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是这样子转的哈，但是我要再往这边转呢，再往这边转的话，你看，假如说是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眼睛再往这边转，有很多同学他会怎么样子，就是假如他鼻梁比较高，他这个地方，哎，他鼻梁不是。就是转过了，它就导致在这个位置嘛。有很多同学他会这个样子的，就他会觉得啊，那这个转了，我这个鼻梁不能把眼睛挡住吧，然后就会把眼睛画的，就是把这个地方眼尾还是要表现出来，就是在这里头有眼尾，在这儿还是要有眼尾，就是我的眼尾不管怎么样不能被挡住，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眼睛会小的特别的诡异。我就见过很多，就是你这个地方你有转折，你该挡住，你就是应该被挡住的。就这个样子，他眼睛的这个姿态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不要纠结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它就是有没有呈现出来，这个东西不要纠结。只要它本质上它眼睛的那个透视是对的，那就跟这个透视走，不要特别的去关注于眼睛，它每个结构都得画出来。OK， 那么讲完眼睛，然后当我们来讲个耳朵吧。耳朵其实很简单，耳朵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自己稍微掌握了就会了，耳朵结构也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耳朵，你先给它赋予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噔噔噔噔，它类似于这个样，它类似于一个那个什么五边形，它缺了一条边那种感觉，但是它又被拉得很长，它类似于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这个样子，它给一个形状。然后我们注意到耳朵它是有几层哈，耳朵它是有2列的，就是这样一列，这样一列。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个窝，然后这个地方有个窝伸进去，这个地方它是还有个洞，但是我一般来说我画的比较少，想画就画，不想画就不画。那我画耳朵表现方式是什么？就是先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一列。你看它这个有个伸进去的结构，然后我可能一开始我先把这个凸起的这种感觉表现一下。就想画，就是如果有的时候想画伸进去也可以，不想画也可以。然后这个样子，哎，这个一列到这个地方耳垂给它表现出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什么？再给一列。然后呢，再去给它给一个耳窝。就耳窝的形状有点类似于缩小的耳朵，然后这个伸进去，基本上就 OK 了。那你要是说什么，如果是说侧面哈，就是这个耳朵它再往上挑一点，就是再尖一点，只要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只要是你保证有耳窝这个地方的这样子一个往内收的结构，一个耳窝和这样子耳垂，只要你把这3个节奏就是掌握住了，然后你这个地方你再画到这个竖线，一般来说它就有耳朵的感觉了。像这个不同角度的这个耳朵，有那种侧面很侧面的那种。
耳朵就简单说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看另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鼻子的结构，应该是说很难去处理的。我们先来仔细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按我们的鼻子会发现，我们的鼻尖是软的，但是鼻子的上部它是硬的，就是我们会发现它是有一个鼻骨，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个软骨的结构的。我们如果是仔细观察有一些人的鼻子，我们会发现他的鼻子是这个样子。我们会有个说法叫驼峰鼻。为什么会产生驼峰鼻呢？就是你像它有的时候它是鼻骨发育的。就是鼻骨发育的，它发育的太成熟了，太超过了，然后它这个地方它软骨就是接洽的这个地方，它是往下这样子去坠的，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峰，就是所谓的这个驼峰鼻。然后我们其实一般比较顺的这个鼻子哈，就是像我们二次元这种表现方式，哎，我可以就直接这样子画一个什么，画一个翘鼻，就是这个鼻头的这个骨头可能相对比较翘一点，它就会画的相对来说就是走这样子一个弧线，往内收的一个弧线。当然你往外收的这样子一个鼻子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觉得二次元很少，就这种表现方式它比较见于这种男性身上，女性一般来说是画这种翘鼻，男性他一般来说就是他可以画这种鼻子，他也可以画就是相对来说往外扩的这个鼻子。为什么说这个样子呢？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就是包括相对于这个脸长啊或者什么，就是它这个鼻骨这个发育，它是根据这个激素有关的。一般来说就是这种鼻子会被认为更偏向于男性化，因为它这个激素分泌的就是更多，男性更容易拥有这种鼻子。然后再来让我们看一下，就是它这个鼻子的侧面结构。一般来说，我是喜欢就是一个7，再加上一条平直的线，表现鼻孔。那么它这个鼻孔的这个位置到底打在哪儿哈？我经常看有些同学，那我们如果是想要知道这个鼻孔的位置打在哪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鼻子的结构。来，我们找一个就是鼻子结构画的特别发达的一张图片分析，来观察一下。这个是它的鼻骨，这个呢是鼻骨的暗面，就是鼻骨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梯子的一个节奏，就这个地方最亮啊，这个地方它往外慢慢的低下去，然后到鼻头呢也是本质上它遵循这样子一个模式，也是一个梯子，是这样子一个梯子，但是有什么区别呢？哎，这个地方它有鼻孔在，然后呢它这个鼻孔是。就是一般来说，按照现代审美，他比较喜欢是这种立着的鼻孔，就是说你像那种特别圆啊或者什么那种这种鼻孔当就是咱们就不学这个哈，就是像这种比较立着这种鼻孔，因为它是本质上它是这个鼻子的高度够高，它才能产生这样子的鼻孔。然后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圆的一个结构，然后这底下是一个鼻小柱，然后呢这个是它的鼻翼，两边鼻翼要理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小柱子，这是我们鼻子的这样子一个结构。当我们的光打在我们的鼻子上面的话，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看我们这个它这个鼻孔的延伸，它是伸到这个鼻小柱的，就它鼻小柱比它小嘛，比它短嘛，所以它大概它是伸到鼻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是就是1/4的这个位置吧，差不多。或者说你再往里头伸一伸也还可以，就它这个鼻孔的这个端，它差不多是在这个鼻头的1/4的这个位置。然后当我们再去理解这个鼻子的体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当光打到这个鼻子上，它会形成哪些方面？它这个鼻头，它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正方形，它类似于这样子一个形状。当光打过来，这个地方容易形成高光，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它的暗面，鼻柱呢往底下走是一个暗面，然后这个鼻翼呢，它也有亮暗面，就是这个地方是它鼻翼最亮的地方。然后是它鼻翼稍微不那么亮的地方，是这个东西稍微的暗一点的地方。鼻子难画就难画在这个鼻翼这个部分的处理，尤其是画写实的这个鼻翼的话，像它这两个地方，它这个光暗变化有点像这个眼球的光暗变化一样，都很微妙。但是你如果不画的话，没有这个结构，又会显得少了很多东西。这个微妙的东西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练。如果是说有的人就是他这个鼻骨哈，它发育的很发达，就是这个地方它阴影它会形成的很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画鼻子经常会看到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手法表现。就上面啊给很多竖线，或者说什么啊，直接就是这样子表示出来了。这个地方就是用来表示这个鼻头的这个轮廓线，这个痕迹。所以说，其实我们会发现它这个鼻孔的这个端，它其实它是连接到鼻头的，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在我们画这个二次元就概括写实，虽然已经很概括了，但是不能就是说什么，有很多同学他鼻孔是画在这儿的，是这个样子的，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其实你有一个很高的这个鼻头，但是你的鼻孔就很低，就是这样子一个鼻子，就是很奇怪的。大家注意，这个鼻孔是立起来的，所以说它一般来说它是画在这里，是画在这里。而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不是这个样子，这种东西就是要改掉。
然后看完了鼻子之后，我们再来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嘴唇的结构。嘴唇的结构呢，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写实的这个嘴唇的讨论。像这个地方的嘴唇，当光是从这个光源打下来的时候，嘴唇它周围有一圈肌肉，叫做口轮匝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就是全都是什么？这个匝肌的它所有的肌肉形象就都是指向这个嘴唇的。通过这个肌肉这个运动舒张，可以让我们说话啊、吃饭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口轮匝肌的话，所以说其实它是往外扩的。就是如果是说那种嘴凸的那种朋友啊，或者是那种嘴凸的人，他这个地方就是尤其是这个暗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给人显得嘴粗？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阴影给的太重了。为什么？因为他很往外凸啊，是他的嘴是这个样子。然后你这个光打下来，这底下这个阴影能不重吗？那嘴就是往外凸的，然后一般来说就是不往外凸的这个嘴，它会在这里。如果是侧面的话，它会在这里和上唇留下这个阴影。概括的来说的话，它能表现。有很多同学他们在画阴影的时候，他们忽略了就是上唇有阴影，这是为什么？如果是一看侧面看起来就很明显，因为如果是这样打光的话，就是这个其实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鼻子这个结构，大家可以理解吗？鼻子这个结构，哎，这个地方是亮面，然后这个地方到鼻子下边是这个暗面有阴影。嘴唇也是类似于鼻子这样结构，就是这个地方它唇上面这个唇，就是这个人中这个位置啊，它是受到这个光打的，它是一个亮面，然后到这个上唇这个地方它就是暗面了，它就是有阴影。非常概括的来说的话，其实通过一个上唇和一个这个下唇这个地方也是留下的阴影，就可以表示整个嘴唇的这个结构。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的，就是哪怕是在画非常概括的一些二次元的人物的时候，打开这张版后图看一下子。你看，像我现在这个嘴部结构，我刻画就不完整。那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口轮匝肌，我们先来给它分析，先来分析一下，就是它口轮匝肌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暗面，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唇角它是一个相对往内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唇角总是会有暗面。然后呢，我们的嘴唇是个什么样的起伏？我们嘴唇它是一个有唇峰，就是这个唇峰往外凸，就是这两个地方往外凸。然后这个地方又往内收，就收了，然后又有个唇珠，如果有唇珠的同学们，他就会什么往外凸，又往内收，然后往外凸的话，这个地方就相对往内收一点。它本质上1、2、3、4、5、6、7，它是7个这样子一个小转折面的。所以说就是画嘴唇，是有的时候经常嘴唇的光影它很难刻画。然后我们看下唇，下唇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下唇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凸，就是这个地方凸，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转过去，然后这一头往内收，然后这个地方凸，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转过去。下唇是这样子一个结构。在口轮匝肌就是这两个阴影，老师说实话，这两个阴影是连着的。这两个阴影它是能勾出整个，就这个地方这个阴影它是勾出整个肌肉的形状，就这个地方有这么一块肌肉，但是你不能就是真的把这两个阴影就是画的就是连的非常明显，因为假如说你把这两个阴影，比如说这张图也是，你看就是把这个连上去了。就会显得什么？就会显得老。这是为什么？因为当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往下，就是整体这个年龄上来了，你的整个肌肉层，包括你这个胶原蛋白啊，什么都是会往下坠的。往下坠的话，像这个法令纹这个地方，包括这个口轮匝肌，像这个地方，包括这个唇角这个地方，都会往下耷了。往下耷了就会导致它这个阴影加重。包括你像这个眼角往下耷了，这个眼袋往下耷了，就这些地方都耷了之后，对比一下两面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地方有阴影，你也不能画过了，你一画过的话就会显得就是比较苦相，就是没有精神和以及显老。那么按照这个结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嘴唇。假如说这个，你看这个光上是往这边打，就是从这边来光。这边来光的话，上唇第一点我是什么？你看上唇第一点它是比这个下唇要暗的，它是这个相对暗一点，然后去给它这样子暗一点。然后这个地方暗一点，唇峰这个地方就是它什么？它凸出来亮一点，唇珠这个地方就是亮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再接着暗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相对亮，就是凸出来了，相对亮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往里头收一收，渐变。看这个才是完整的一个，就是这个嘴唇的这个结构，就是很微妙，但是它这个样子才是完整的。你给它画完之后，它整体这个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还有就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人中这个地方哈，就一般来说你二次元都不画这个人中，就是有人中深的它会显得比较成熟，人中长、人中深都会显得比较成熟。如果是说什么，就是我想增加这个结构的完整度，但是我又不是很想把这个东西显得特别的那个什么显眼哈，我可以什么挑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不要就是用太阴影的颜色去画这个人中，就会显得很那个什么，虽然很强，挑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去画。下唇的结构也是。然后再靠近这个什么，这个唇底下这个地方，它还是有一个阴影的。这个地方，哎，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口轮匝肌这个轮廓给它表现出来，比如说唇角，哎，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就是给的太重了，就会显得很奇怪。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把它稍微的打轻一点。包括如果是说我这个地方也做，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关于这个唇部的刻画。那么我们接着来讲，就是如果说我要给唇部起形的话，应该怎么起？现在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给唇部起形的话，先从唇缝开始。唇缝的话，你要注意它本身就是，你要是概括性的给唇缝，你要注意唇缝的线条。最简单的，比如说我画一个微笑吧。你会画一个微笑，比如说幼儿园小孩会怎么画？他会这样子画。这样子画微笑，其实它本质上它就无视了这个唇缝的这个结构。首先我们都知道它这个唇角是比较深的。然后呢，就是靠近唇珠这个地方，因为经常是顶光嘛，顶光的话，它可能这个唇珠地方它形成的这个阴影就比较深，然后唇珠给深，然后再就是往外走，哎，又到了这个唇角了，哎，唇角给的比较深，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唇缝的这样子一个结构。如果说再概括呢，比如说就是特别卡通、特别二次元那种的，它会直接就什么忽略唇珠的这个存在，就是比如说这个唇部就直接变成一条线了，那它画的时候，但是它也会强调这个唇角。这个样子是比较概括的这个唇缝。那么，当我们再进一步呢去进行这个唇部的刻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有一点要注意它牙的形状。比如说是露牙，我们要注意这个牙它到底要放在哪里。就是你说不张嘴微笑的话，这个地方做到了就可以了，这唇缝做到了，然后底下可能稍微的我再加个下唇，就是把那个唇画的凸一点，就是那就是上唇和下唇都画。这个样我们都知道这个嘴很凸了。假如说薄一点的话，就是给个特别薄的这样子一个下唇，这个都可以理解。假如说是如果说我要张嘴的话，我就要注意我这个牙到底摆放在哪里呢？特别概括那种就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开始笑，那么我要注意一点，就是你笑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个人我喜欢这样子，就是这两个地方我形成一个小三角，就是假如是说把它这个东西完全写实，我们会这个地方就是它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结构。就如果说没有这个小三角的话，就好像你笑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唇角它就是没有拉扯感，就好像你这个嘴就是全都是牙。但是你形成这个小三角，就告诉他原来我牙的位置在这里。包括其实你看，像这个地方，就是你张开嘴的时候，就是你的牙，它其实它也是就是在你这个嘴唇它这边，它是形成两个这样子一个三角的，三角形状不一样，但是还是有，但是不是说就是你一张开嘴的这个牙就全都是牙。这样子是相对比较怪了，也包括就是你像这个，假如说它是有一个透视，它有一个转折的这样子一个存在的话，那你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暗面，有一个小的这样子一个黑色地方是告诉什么？也是告诉他，哎，我的牙是在这里的，我的骨骼是这样子去摆的，我这个地方透出了是我的口腔这个内壁。然后想要画出一些就是有转折的这样子一个嘴唇的话，我们还是跟画眼睛差不多。你先确定一下，就是你比如说眼睛在这里头，然后你确定一下你的嘴的位置在这里头，然后呢，我个人是先勾一下唇缝，也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是沿着这样子一条线勾一下唇缝。然后呢，如果是要张嘴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不是这样子去张嘴，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
张嘴，它本质上它跟着这个线，它跟着这个竖线，这样子，哎，就是这个它整体这个脸它是这样子一个交叉的话，那我在这个嘴唇上也是这样子一个交叉。所以说我张嘴的话，我是在这个位置张嘴，然后呢给一些牙这个样子。就张嘴露牙，然后它整个这个地方下唇补上，然后这个地方上唇这个唇珠都补上，哎，它这样一张嘴就完成了。OK， 那五官讲完了，我们接下来去讲这个发型吧。讲这个发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即使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来观察一下古典油画，包括这个油画的画，就是他画的这个过程中，他会把那个发型当成什么？他是把发型当一片一片的。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同学他画头发，他是一根线一根线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一个片状的结构，哎，这是交叉这样一片，然后呢交叉的这样子一片，这样子一片，这样子一片。这也是它直接是什么一整片的这样子一个头发，像这个头发也是，哎，这样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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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更明显了，它那个头发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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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它如果是一片状的结构，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头发它的这个光源和明暗，它给的是什么？它给的不是线，就是经常有同学他们就刻画头发，他们是这样子去画，噔噔噔噔噔，再噔噔噔噔噔。就挺乱的，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发现一下我们去仔细观察一下头发的那个亮暗面，它都是一片的形状呈现的，是这样子一块儿。就是说什么哈，我不会这样子去画，就是哎，这个横着画，我竖着这样子是什么？是让我这个笔触，就是你看哈，在画这块颜色的时候，它周围它会有一些小的这样子起伏，但我本质上我不是在画线条，我不是这样子一个线条一个线条一个线条去给，我不是，我是连着这个笔触，我是在去复刻一些面的这样子一个形状。然后呢，底下这个暗面也是一块暗面，一块暗面和中间的这个高光。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像这个地方的头发，你看它本质上它也是这样子的，一块亮面，一块暗面，一块稍微不那么暗的暗面。然后它在这个地方，它再额外的再去什么，就是看额外的给一些这种凸出来的发丝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绘画方式。那么知道这一点，我们在画头发的时候，如果叫我们要刻画头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然后我在这里说，二次元头发刻画是片儿和块儿，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你长发更多的是片儿，但是你要是短发的话，更容易是块儿。还有比如说什么，就是你的表现形式，比如说我是什么，很多人他画头发是这样的，我是这个上面就重，然后下边它慢慢的薄，它慢慢的这种比较轻，它就是更类似于这种片儿这种表现方式。但是假如说有的人就是什么，他喜欢这么画头发，他就把整个头发它当成一块体积去处理。像我现在就是给的这样子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画的一个例会的其中头发那样一个部分。像我这两簇头发，我就很明显给它当成了一块体积去处理。它拥有头发的弧度，但是呢，我是给它了一个很明显的这样子一个体积，它会让这个什么，它会让这个头发变得更有质感。像这个地方也是一大块头发，一大块头发，一块就是你看这种就是这个就不像块，这个你看一个片儿一片儿一片儿。一片像拉皮儿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大家就是自己仔细的揣摩一下的。然后在这里我总结了一些就是要点，就是在画头发的时候去注意什么。从最开始的开始，如果是去画长发的话，我们先去做一个变形，以这个长方形或者是这个月牙形为例。长方形，然后变成了一个稍微往里收的长方形，而且稍微带点弧度的长方形。然后呢，它这个往里收带点弧度，你最后你给它加上这么两个小三角这样一个发尾。然后这个月牙形，你把月牙形去做出很多种变形，比如说像是这样的哈，就是比如说像这种月牙，或者说什么就是这种月牙，或者说什么就是这种月牙，这都是月牙形的这个变形。然后呢，去把这些地方相互的排列组合，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样的头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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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就这样画头发就是很那个什么的，就很方便。我个人我是这样子去处理的。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头发的基本形状有了，基本形状有了之后，我们要去画一些头发这个整体的啊，包括这个刚刚基本形状这边地方还漏了一点，就是它短头发的时候，它基本形状是什么？我个人我是喜欢给它变成一个，大家就知道那种挤奶油的那种感觉吗？挤奶油它那个裱花它会形成一个个小尖角。就是你先确定它大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你短头发就可以给它表现成像那种奶油的一个个小尖角，但是呢，你给它稍微弯一下，哎，就是这个地方一搓，这个地方一搓，这个地方一搓，这个地方扁扁的一搓，就是这个样子。就画短发或者画毛发都可以去，就是都可以去这样子去利用。现在就是什么？现在头发就是基本的这种图形的这种有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组合方式。组合方式呢，我个人喜欢是什么？就是有这样几种方法，一个是树枝法，一个是布料法。树枝法是什么？就是很简单，Y，就是分叉、分叉、分叉再分叉，然后呢就大的这样枝干，比如说这是一块大的这个头发，然后它再分什么？它再分叉，分小的，然后小的再去分。那这个地方啊，跟着这个枝丫走，去分，去分。去分，这个地方也是稍微大一点这个枝芽，去分，去分，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去排列组合。一般来说，看画头发就是什么大拖小，就是一个大的块面拖好几个小的块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你的头发比较的有主次，而且还有细节。然后你当把这些大拖小这种块面就是掌握熟练之后，然后我们还可以用这种，比如说这个时候哈，加几条这种线状这种头发，去丰富一下它整体的这个构成。也会显得你这样子更有细节，就加一些线条啊，就是这种线一样的这种头发。这个是树枝法，然后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就是布料法。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的，就是把头发去当成一个布料去画，像这个样子，这个布往这里走，这个布往这里汇聚，它这个受力的这个作用。然后我直接就是什么，把头发当成就是用这种受力的感觉去画头发。而且其实你这种方法还可以什么？还可以直接化用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像我现在就化用，比如说在这张图片头提取到这个布料的走向，这个样子，就是提取到一些这些的弧度，然后我在画的时候就这样子去画头发。这个就是几种画头发的方法，然后在这里再讲一下画头发的一个点，就是画头发要注意什么？第一个是你画头发的时候你要注意，就是我在这里也放大点写了，就是你画头发线条一定要有轻重，你不要就是这样子去给我画头发，打没，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线条，你给人就是你不知道让人想明白什么。比如说我个人画头发，我会有个什么习惯，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画画总是要有光嘛，就有光的这个地方，哎，头发相对比较轻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线比较轻，就是避光这个地方相对比较重，比较厚。它本质上什么？就是把头发当成一个片儿去处理，然后这个地方的重的线条其实是表现它的那个暗面，就是利用这种线条。哎，你看我这里总结了，就是靠近光轻而浅，背光重而实。然后还有个什么，就是你在汇入头发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头发，就我这个地方头发多，就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就是发尾这个头发往往是比较轻、比较散的，因为那个地方头发少了。但是发根的头发它往往是比较多的，比较整体的。其实相对来说就这样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地方头发就比较多、比较实，那你就给比较重的线条。那你到发尾这个头发比较轻的时候，哎，你就去给比较轻的线条。就是有的放矢，然后如果想要达成以上的这种，它有一个什么前提条件，就是笔要有压感，压感要灵敏。如果说有同学他是用那种就是压感就是很一般，就是跟你就是你在画画的时候，你至少你要做到你的笔跟你在用铅笔在纸上画画那种压感是一致的。如果你的压感做不到这样的话，我建议还是去换一个更好的设备，因为如果不换更好的设备的话，它真的很影响就是你画面的这个发挥。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到了一些褶皱关系了。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就是这样一些褶皱。褶皱就是对于哪怕就是对于那些已经画了很久的画师来说，也是老大难，因为褶皱它这个关系很复杂。我给大家去看一下我总结的一些褶皱关系。就是褶皱呢，我个人我观察是分为了这几种。就是1堆叠，2挤压，3牵拉，4起伏，5垂坠，6飘动。就是大家可能看这个东西就会相对来说就是有点晕哈。就是堆叠怎么来说呢？这个堆叠的褶皱呢，就是像卫衣那样子的褶皱。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你看像这个地方就是典型的这个堆叠，就是你说这个卫衣它本身它比较宽松，然后到这个袖口的时候，它这个东西哎它都堆到一起了。比如说像这个卫衣的帽子，它本身来说就是什么一层压着一层，压着一层，就是这种堆叠的感觉。就是堆叠。挤压是种什么感觉呢？挤压就是当我们就是腋窝，或者说就是看就画这样子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肩部这个地方，往往是受挤压的，可以理解吗？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这个胳肢窝，把这个地方这个衣服挤压成这种线条。然后我们可以牵拉是什么？牵拉的话，它是，比如说，我这个抬手这个什么？抬手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下半部分。这个袖口这个衣服，它又受到这个我抬胳膊这个力，它又开始什么被我这个拉上去了，这个就是牵拉的这个力在作用。起伏的力是什么？假如说我们穿一个衣服，尤其是你相对宽松一点的衣服，你不可能你这个衣服上面就是就全是平的，就跟那个刚熨好一样就那么平。它本质上它就是什么？它还是有相对来说它有一点点微弱的这种起伏的。像这个样子，起伏来说，它给的感觉就是什么？它一般来说，它这个褶皱它不是那么的明显。相对来说比较轻，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宽，就是这种起伏的感觉。这个就是起伏。垂坠是种什么感觉？垂坠就比如说我们穿一些长裙，或者说戴一些长长的那种头巾啊或者什么的，它会有这种垂坠的感觉，就是自然的垂下，它也不受什么力。然后可能之间会有堆叠啊，像这种比如说窗帘布啊，这就是垂坠的这种线条。然后再就是飘动，飘动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裙摆，就是比如说失重的那种感觉哈，那种裙摆在波动来波动去。这个就是飘动的感觉。然后呢，它线条褶皱的类型不一样，它所呈现的这种效果也不一样。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怎样去理解这些褶皱。就是当你就是堆叠的褶皱的时候，它经常是一个棱形的一个形状。就是你这个布，这个地方有个堆叠，它经常是一个 Y 加上棱形，就是个 Y 型结构加棱形。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先画个 Y， 我要表示这样子一个堆叠，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我分布一个棱形，一个棱形，然后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棱形，然后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又有一个棱形，然后你看，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个 Y， 然后呢，这个棱形呢，我们再给它这个地方最暗，这个地方相对亮一点，然后这个最暗，这个相对亮一点。这里是为什么哈？它本质上棱形它是什么？它是当你堆叠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是侧面哈，侧面它会形成这样子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堆叠来堆叠去就是这种堆叠来堆叠去。然后呢，如果是打顶光的时候，那你在这个地方，它是完全就是它就是背光背的很厉害，所以说为什么？所以说它这个上层它是最暗的。然后你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菱形它的下半部分，因为是什么？你说这么打光，它还是能多少接收到一点的，所以说它虽然是暗面，但是它是次暗值。这个地方有个棱形，这个地方有个棱形，这个地方有个棱形，这加上一个袖口，这个就是我们一些个这种堆叠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我想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哈，就是它这个棱形往往是什么？是一种大的拖着小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张图片上面，它也有很多棱形的这个痕迹。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棱形。然后呢，这里是一个被压的非常扁的一个棱形，它就类似于一条线了。然后这里是一半棱形，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种地方也可以是个棱形，然后这个地方是个棱形，这个地方是个棱形，就这个地方也是个棱形，一些奇形怪状的棱形。看这个地方一个棱形，一个棱形，一个棱形。我都快不会说棱形这个字了，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大家要理解，就是堆叠它本质上它是由这个棱形构成的，然后呢，它的褶皱又往往常是 Y 型的，就是这是一个 Y， 然后这也是一个 Y， 一个 Y， 它差不多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分布，就是我们可以去理解堆叠的褶皱之后，我们再去仔细去观察一下子。
啊，是的，蛮卡哇伊的。假如说我要画一个堆叠的这样子一个部分吧，先想一想怎么堆叠。就假如说一个袖口吧，这个样子扯过来，然后OK，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感觉，就相当于什么一个 Y， 我就拿个其他颜色的笔，一个 Y， 哎，然后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什么形成一个空腔，所以它底下有个小小的暗部，然后一个 Y 过来，然后这是什么？然后这边也是一个 Y 过来，它是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就 Y 过来了，然后 Y 过来了，然后 Y 过来了，就是什么？就是 Y 过来了。然后大家注意一点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越到袖口这个地方，就是你最终你受力就是受的越多，就是就大家重力都加在一起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形状越扁越集中，然后分支也越多。像这种地方，就是相对来说中间这个地方，它的形状是相对来说比较长、比较舒展的。这是堆叠的形状，然后挤压的这个形状呢，再给大家讲一下，挤压这个形状一般来说，尤其是说我个人是喜欢什么这样子，你可以画一个3，然后底下接着一个，或者说是就直接这个样，然后跟着一条。跟着一条这个样子，噔噔噔噔，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然后比如说画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肩部吧，有注意到这个运用了吗？有注意到这个运用了吗？它这种挤压感就出来了，同学们有注意到吗？或者这个什么，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这个什么。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膝盖窝、膝窝。当然，就是你真实的形状就是也不是每个都这么3来3去它。我就说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形状，它通常是就是因为它那个线不可能你给特别直嘛，它也不可能这个样子，它经常会有一些那个边缘的一个弯曲，然后这个地方它可能会有那个内扣的一个阴影，像是你这个地方，哎，把这个阴影画上一个内扣的一个阴影，它就是有这种什么挤压的这种感觉。然后呢，牵拉的话，牵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一点，像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中，你看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就是牵拉而形成的褶皱。基本上就是什么？把它当成一个柱体去刻画就可以。我这个地方牵了、拉了，哎，形成这样的褶皱，然后你就光亮面、明暗线、暗面，给它当成一个柱体去理解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就是要清楚，就是它是一个放射性的褶皱，我们要注意它的受力点在哪里。这里的受力点是它手里在拉的这个裙摆，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小的这个侧面就是往这里汇集，这样汇集，这样汇集，这样汇集。包括其实像你看这样子一个汇集方式。然后再讲到起伏的褶皱，起伏的褶皱其实也是跟牵拉有点类似，但是起伏褶皱就有一个区别，就是它那个相对来说特别的相对来说比较浅，又比较宽。就我刚刚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起伏那个地方。它类似于什么？它这种类似于就是，比如说我要画一个人啊，身上穿着一个 T 恤，然后就是我给他丰富一下画面那种感觉。就是假如说我想丰富一些细节，我就会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无中生有哈，你说是就是加点起伏啊这个样子，它就会让人感觉哦这个东西原来它有更多的细节在。再就是讲到垂坠的褶皱了，垂坠的褶皱呢，我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就是这样子，然后这边这个东西大家认识吗？就是给它一个这样子的形状，然后你接着收缩，然后你再回来，再给它一个这样的形状，收缩回来，再给个形状，收缩回来，再给个形状，然后你这样子形成一个下摆，但是不要每回都这样标准哈，你可以就是这个大一点，这个小一点，是这个圆一点，这个扁一点，这个再竖起来一点，这样子就是用这种东西你给它错落开来，然后你比如说画垂坠的这个褶皱。
这样子就 OK 了。就是大家就是看懂了没有？应该不难，应该不难。这个我觉得就是一般观察也是比较容易去画的。然后波浪的这个褶皱呢，比如说画一个短裙，我要画一个短裙跃动的。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飘动，它是有一种波浪感。那你首先你要就是去确定，就是你到底是想要怎样的一个，就是它在空气中的一个受力的方式。比如说我画一个短裙吧，哎，假如说它跳起来，这短裙是这个裙子是这样子去运动的，然后这个是它的腿。是这样子一个波浪的一个运动方式，然后我们要注意哈，就是你这个东西它的这个运动，它终归是什么？它终归它是有一个终点的。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东西飘来飘去的哈，你除非是什么，画一条布，我在空气中这种飘来飘去。但是假如说我是画一个裙摆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它会收束到哪里？收束到你这个腰的这个地方。就是它会有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说当我们在画这个裙摆这个起伏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就是先把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确定了，然后把这个收束方向确定了，然后是什么？就是不要这么去收束，这样子收束很呆。我们给它一些这种你看波浪线的收束，那这样子，一般就是这样子，它是比较符合这个运动规律的。然后呢，再去画，假如说它这个短裙它起伏的，哎，相对来说。它这个裙摆它是不是这样子呢？它是，哎，这样，哎，就是它飘动，它大概类似于这种，就是我们就是要确定什么？要确定它一个波浪性的这样一个结尾，先确定它一个大致方向，然后确定它的这个收束的这个方向，然后再就是在这是基础上，然后把它这样的一个平直线变成这种波浪性的这种结尾摆。但假如说你比如说有蕾丝啊，是这种哈，或者说你是什么这种小的这样啊，这种百褶的这种感觉哈，这个就是个人发挥了，就看你就是想选择某种什么样子。但大致感觉是这个，它就类似于一种波浪。然后你在这个波浪的这个决定好之后，你在上面就是添加这个收束的这个褶皱的线条，就是往这个中心奔上。OK，那么在讲到就是把这各种褶皱的类型都讲到，就是大家可能回去需要自己再去消化或者去分析一下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带着分析，像莫娜不是像莫娜，像那个什么，像这个木下的这张图片，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牵拉的这样子一个线条，你看这个地方也是牵拉的，然后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垂坠感的。这个是牵拉挤压的这样这种感觉，你看这个是牵拉的这个线条，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就是什么，像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些堆叠的一些线条，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比较宽松，它开始堆叠，像这样一个小形状，哎，你看这样一个小菱形。但是我是刚跟大家说要菱形，就大家菱形就是一般来说是什么，像卫衣哈，他们就是那种菱形特别明显。但是你说像有些布哈，它可能它本质上它就是有点，有的甚至类似于这种梭子，或者说新月的这个形状，大家就是可以去感受或者是理解一下，就它已经压得很扁了。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你看它就是什么，它还是分了两个地方的。你看这个地方暗一点，这个地方亮一点。就是到后期如果是说给大家去讲一些色彩和光影的话，大家就是也可以就是看清楚它这个光哈，它是反到哪里的。就这个地方它受光更少，所以说它更暗；这个地方它受光更多，就是同样是一个阴影，但是它还是有两个区分的。然后包括像我这个，就是我之前画的这样一张图，它就是什么，就是以这个
这个地方为收束，然后这个地方的褶皱的这个起伏，可以看到，就是端，是端，端过来，哎，再端一下，哎，过来，哎，再端一下，哎，过来，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圆圈带着一个，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小喇叭。或者是说一个小尖角帽，或者是一个小鹿锥吧，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它底下，哎，它可能有的时候它没封死，就是说什么，它毕竟它这个褶皱还要延伸，它去连接其他的部分嘛，所以说就是哎，再给它变成这个形状，然后呢再给它做一些变形，这个样子的。然后紧接着接了一个又很窄的，然后紧接着又接了一个就是没那么窄又比较宽松的，哎，就是这种东西。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它有一个底下还有一个要点是什么？就是受力多的地方褶皱深而繁，关系复杂；受力少的地方褶皱浅而疏，关系单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这样的一张，我们接着来看图吧。比如说像这个画的这个示例图，就是它哪个地方受力多，哪个地方受力少，是不是？你看，就像这个挤压这个地方，它受力比较多；最后堆叠这个地方，它受力比较多。然后它中间就是这么一大的地方，它受力比较少，就没什么支撑力，它单纯就受到这个重力，然后底下它可能就稍微的它受点这个，它受力是比较少的。然后像这种受力比较多，就挤压比较多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褶皱是比较多、比较密，而且说是什么？而且你看像最后这个地方，它的形状就是变化的很多，很扁平又变化的很多。而且你说像这种卫衣啊，它可能单纯的它就是什么？它单纯的它就是本身它这个布料它是相对比较硬的，它可能它只显示这种大的这种褶皱。假如说我这个布料是那种很软的呢？我可能还会显示很多那种小的那种褶皱，就是你知道，就是有很多很软的那种布料，它可能就是皱皱巴巴的。包括我们在画一些皱皱巴巴的这种东西，我们就可以加一些很小啊、很碎呀、就那种的褶皱。哎，他就会觉得，哎，我现在加了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我这个衣服更就是类似于某种就是更软的材质啊，可能是某种毛衣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是更塌陷这种材质。看我加了，它就会有这种感觉。我不加的话，它给人感觉就会显得这个东西它就更硬一点，更整体一点。这就我说的，就受力多的地方褶皱。相对来说，和受力少的地方褶皱要做出层次上的区分。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就是我们在画褶皱的时候，除了知道褶皱类型，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整体的安排意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有个主褶皱和一个次褶皱，这个是我自己取的名字，但是我画画的时候确实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去编排的。其实也就类似于那种，我之前画头发跟大家说了，就是你那种画树的那种感觉。当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哈，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样子，我用一些比较浅的这种线条。哎，我去给它这个褶皱，就是多进行一些这种补充啊，就多进行一种复合。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侧的那个褶皱，像这种小的这种地方加的更多。就你这个加这个侧的褶皱，就是可以去丰富你画面本身就是所有的这个信息量，像这个样子，加这种更多的起伏啊。但是就是你这个褶皱，你要注意，你要么就是用一些就是更浅的颜色。你要么你就是笔法上，你给它就是用的更松散，就是比如说像是就是你那种重的褶皱哈，是这种很清晰的线条，那你这种松的褶皱，你就是什么这种，就是给它扫出一个暗面或者什么这种感觉，就是你要给它去做出这种层次上的区分，让这个重的褶皱来表示这个衣服大致的这个运行方向，让这种小的这种褶皱呢成为这个衣服的这个补充。OK， 那么就是讲了这么多，我再给大家就是浅浅的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不多。哦，原来吐槽人是倒影啊！首先要确定我这个人物，我大致的就是什么，我是处于什么姿势。比如说，哎，我是一个手拿包的姿势吧，然后底下穿个短裙短裤，就这个样子啊，大致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确定，哎，这个地方受力多，这个地方受力多，这个地方比较舒展，这个地方受力多，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帽衫哈，它这个帽衫有这个堆叠的，哎，受力多。那么确定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
就是你看这个地方，我明显用了更细更浅的这个线条，就是跟他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它主要是什么？他这个人是这么一个很板正这样站着，他这个你穿里头穿这个衬衫，它的折叠它不是那么多，所以说它这个那个褶皱也都不是那么的深，所以说我就会用的更细更浅的线条，同时也是跟外套这个节奏形成区分。要不然就是所有褶皱都用一种这种线条去处理的话，相对来说会有点无趣。穿短裤，要不穿短裙吧。然后靠近这个边缘这个地方，裙子这个堆叠就会变多。OK， 这样子就画完了，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示范，大家可以看到哈，它这个受力关系，这个地方多，这个地方舒展，这个地方就是给的比较浅，然后这个地方，你像这个最底下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受暗面嘛，其实线条还可以再加重一点。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拜拜。